收到，请讲，请讲。收到，收到。参谋长，怎么回事？报告旅长，肯定是江海那小子给打的。奶奶的，要不然不会这么准。鸭子到，不能走公路走了，从小树林绕道而行。是。检查怎么样了？报，这辆车坏了，抓紧时间抢修。是。你们两个上我的车。明白。陈班长，跟我们走。是。这是一场强龙与地头蛇的较量，也是一场双方指挥员智慧与性格的博弈。武侠在佐藤军江海的舆论战、心理战、电子战、信息情报战和快速机动的突击战等组合拳的步步紧逼之下，完全乱了阵脚，不得不四面出击，却被陆军1号武装直升机逮了个正着。地头蛇被逼出动，成了捕蛇人的囊中之物。连长，陆军1号肯定是被我们的炮火打得不敢再回头了。上阵吧，上阵吧！我是装部3连长，我连已到达330高地，陆军1号阵地被我炮火彻底摧毁，人员溃逃，无影无踪。山包收到，山包。大功告成了，胜利了！撤，快！
旅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旅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江海，我没想到你敢骗我。兵不厌诈嘛，旅长，这可不赖我啊。昨天晚上我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们的战术意图就是深侵古峡，可你就是不听啊，还出来到处跑，实在背不住了，旅长。是不是还在纳闷都已经改成越野车了，我们怎么还能跟踪到你啊？看看你副驾座椅下面放的东西吧。他发出的信号，我们通过卫星定位发现了你的位置。旅长，小弟给你赔不是了，来日必将负荆请罪。吴旅长，对不起了，只能说是你们运气不好了。旅长，演习指挥部通知，演习到此结束。这是裁定书，请您签字。我觉得咱们旅长啊，根本就不是运气不好，是 EQ 不高。说什么呢？报告，没什么。难道真的是我一刻不够啊？这是我。报告，张司令、寇部长，各部队已经进入指定区域，战斗马上开始。首长们是不是到导演部看？到。注意，只攻击突前目标，达到组织目的即可返航。明白，疯子明白。师傅，我们可偏离航线20度了，马上进入战区，这样可以避开敌方雷达，我们能侧面迂回过去。偏离了这么多，我们要不要向团长汇报一下？哪那么多事儿？疯子，请报告所在位置，飞行状况。报告老猫，编队进入6号空域，飞行状况良好，报告完毕。到达作战空域后，立即报告目标位置、推进速度、装备数量。疯子明白，报告完毕。疯子，是否偏离航线？你马上校正航向！你听到了没有？哎，你怎么把它关了？不听他这可是团长的命令啊！一路上光听他得不得了，我还打不打仗了？通知东2东3东4号跟紧，我们从5号站区东侧丘陵地带绕过去，从地平线轨道的侧方进入，隐蔽接地后发起攻击。从
发现了，等停车应战，来不及了。就别疯了，阶段和指挥部的联络，到时候团长应该给你急了。哎呀，到时候你就跟他这么说。又是我说，是爷们你就得敢担当，是我徒弟你就得跟师傅打配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就是跟你行动的团长呗？这怎么说话？你得这么跟他说，你得说我们是进入战区了，怕被敌方侦听，所以暂时关闭了通信系统。我还不容易吗？你说我的没错。听你的，听你的。洞2、洞3、洞4，保持面对队形。江海他们现在到什么位置？已穿越6号红域，马上到交战区。只要江海他们能够阻滞敌军推进速度，伏击兵力就可以全部部署到位。这次我们是4架直9双主双机编队，武器配备是真打合一。我目前江海的状态，完成任务没问题。都到位了吧？到位了。好，各地注意，按演习预案，敌坦克团就在我正前方4公里处的3号公路上向南开进。我们越过丘陵后，坦克团侧后方进入，攻击目标确定为车队前4辆坦克。攻击顺序由我首先攻击第4台车，洞2号紧跟，攻击第3台，洞3号攻击第2台，洞4号攻击头车。攻击目标和顺序都清楚了吧？洞2明白，洞3明白，洞4明白。好。攻击！坦克呢？雷达眼力目标显示。我们是不是把位置搞错了？没错，是3号公路。那时候我们来早了，坦克团还没有开出来。不会吧？有没有可能我们迂回机动飞过了，坦克团早就开过去了？可能我们进入5号战区没多远，一个西装满员的建制团至少也得5公里长，不可能这么快就开过去，连点烟尘都没有。要你这么说，他们推迟了出发时间，这倒是有可能。哎，义军坦克团团长叫古霞，你知道吗？倒是有所耳闻，说他是战区最牛的坦克团团长，他好像有个什么外号吧？马拉多纳，这不是阿根廷著名的足球明星吗？洞3、洞4注意，马上沿3号公路南北方向延伸搜索。洞2号，3000米空域警戒。要不要向指挥部报告？现在我解除情况再说。报告洞1，我是洞4，向北延伸20公里，没有发现装甲目标。报告洞1，我是洞3，向南延伸飞行16公里，没有发现任何目标。扩大搜索范围，扩大搜索范围。马拉多纳已经按演习规定的时间出动。阿尔蒙红军的首领们还在小沙河一带排兵布阵，还在爱玉啊准备响叮中的盛宴呢。那这么说，我们上当了。这个玩笑可是开大了。老包，我是分子，敌军坦克根本没有在3号公路出现，我正在扩大搜索范围。报告完毕。怎么可能啊，团长？江海他们正在扩大搜索范围，告诉江海，不能进入敌军边防区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武侠是个聪明人，一旦发现我们在找他，肯定会改变行动计划。团长，敌军的行军路线情报可靠吗？
绝对可靠。这是网络侦察组前天实施黑客渗透时截获的。虎峡战术方案很明确，他的1、2、2个营就是要从小沙河一线突进。我在小沙河设伏，应该没错。命令张海按原路返航，另派无人机继续侦察。疯子，指挥部命令你编队，立即按原路返航。返航？为什么？执行命令，立即返航。我们明白。通知东3、东4向我们靠拢，东2继续空中警戒。你不准备返航？空中回旋，你愿意，我可不愿意。这是命令啊！命令当然要执行，但也得看怎么执行。盲目的执行，还是极其灵活的、有创意的执行？算我说不过来。放心吧，早晚是要返航的啊！交给你了啊！看见下面那个岔路口了吗？看见了，怎么了？下去看看。什么？落地啊！叫你下去就下去嘛。我觉得我们是被马拉多纳给耍了。怎么给虎峡起了这么个外号？这是从地区探军内部流传出来的，据说有次化战区演练，虎峡率领一个坦克营快速突防，攻入敌方区，巧妙地绕过3处雷区，又连续击毁了对方3辆坦克，最后直接把坦克车开进了对方的指挥所里。他的这场战役让人想起了著名的马赛回旋。韩代连续过了6名防守队员和守门员，最后一脚破门。所以喜欢足球的敌军参谋长就称他为军中的马拉多纳。好了，小心点啊！克里雷。老乡，部队在这里演习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从这里过很危险的，坦克很快就过来了。坦克啊，坦克早就过去了，都过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过去的，过去半宿了。哦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往西边去。西边不是山区吗？往山里去啊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什么话头？坦克昨儿晚上就过去了，进了西部山区。进山？地图。你看，从这个岔路口往西，确实有一条通往山区的公路。马尔多纳肯定是进山了。他进山干什么？这条路有可能通向我军的后方，我怀疑他要偷袭我们的后勤基地。那要是这样，可就麻烦了。
老毛，我是疯子。什么情况？快说！怀疑啊，帝军在跟我们耍滑头。不要怀疑，要说依据。他可能走西部山区小路，绕到我们后面去了，要在我们后方实施突袭。你这么肯定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行动，我建议啊。情况并不清楚，你建议什么？我看见3号公路上有坦克履带印，我还听老百姓说，昨天晚上有坦克开过。请指挥部马上调整部署，最好放弃伏击计划。团长，江海他们发现一个新情况：3号公路发现坦克履带印，他怀疑古峡的部队已经转向西部山区。古峡要走西部山路？胡扯！那么窄的路，能过坦克吗？江海大队长，我是参谋长。你在天上飞着，怎么可能看清公路上的履带印？我降落在3号公路旁边，我亲自在公路上查看的。什么？你落地了？是的，我判断帝军有可能从西部山区绕到我们后方。你看见坦克了？没有，但是我听老百姓说了。听老百姓说的？我看他真是疯了。我是疯子，首长，请指示。骂你们都能听出来，严谨点。仅仅是听说就能得出这样的判断？一个飞行员干起了侦察兵的活，真是头一回听说。你叫江海他们马上返航，继续在3号公路上逗留，只会暴露我们的意图。是。疯子，请你按原路返航。听见请回答。疯子明白。江海说的没错，这回 A 集团军被 D 集团军坦克团长古霞耍得不轻。早在演习发起前10个小时，狡猾的古霞已经率领他的坦克团进入了西部山区，利用夜色和山林掩护，悄悄向 A 军后方长驱机动。A 军指挥部竟然一无所知，还按计划在小沙河一带设置伏击场。团长，来口水吧。团长，这个规定不让喝酒。你尝尝。规定，你尝尝就是了，看把你吓。没味儿，这不就是水吗？这是我自己勾兑的矿泉蒙岛甲双2锅头，怎么样？够劲吧？团长，什么意思？酒不喝了，但状态不能没有。矿泉水喝出酒的感觉，这就是境界。离山口还有多远？报告，还有35公里。怪不得前2天你让咱们的工兵营伪装成当地的施工队进山来修路，就是为了从这儿绕到 A 集团军的背后，给他来个出其不意。通知部队，一刻不提的给我开出山口。是。团长，矿泉闷倒驴。兵长，有情况。战场不是在小沙河吗？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出现？像是一次隐蔽行动。你看，那不是在消除痕迹吗？哎，副营长，我们要不要整他一下？首长要求我们不站边，只讲局。摸清楚他们意图再说吧。明白。参谋长，我觉得江海报告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。报告情况可以，但做出判断是指挥首长的事。你同意他落地的？我也是刚知道。报告，参谋长，刚收到电子侦察分队报告，敌军坦克部队已从3号公路
向我前沿推进。无人机发来了实时图像。通知小沙河指挥所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左团长，看到了吗？4架直升机兜了那么大一圈，居然连一辆坦克都没发现，还得下来问老百姓。无人机一趟，连视频都发回来了。江海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师傅，指挥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什么屁道理？你看啊，西部山区道路狭窄，重装备根本就无法通过。就算是地军想偷袭我们，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。他们能飞过去？那你干嘛就非要怀疑古强会想偷袭呢？战场上唯一相信的就是你自己，唯一不能排除的是对敌人的怀疑。我可不想白来一趟。按照命令返航也不算是白来一趟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地军坦克深夜通过3号公路岔路口，又突然神秘消失，不知去向。这个动作说明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任何隐蔽行动的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不想放弃我的判断，有继续侦查追踪的必要。李飞，师傅，你就按照命令返航吧。松手！师傅，你不要再违抗命令了。我是机长，我担当。松手！东阳，什么情况？东阳，什么情况？我命令你松手！松手！东2、东3、东4，跟上我们。师傅，你干嘛总要跟团长拧着呢？这不就是个演习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演习就是为了打仗，打起仗来，什么情况都会发生。你看到没有？公路和桥都是加固过的。树上落满了尘土，这就是坦克开过的痕迹。通知编队减速，我们翻过山梁，沿另一侧飞。这片山谷我们从来都没有飞过，如果离开了公路，我们就更不好判断方位了。我们如果继续沿公路飞，很有可能会遇上敌军坦克。你注意看，这里还有一条平行的山路。我们如果沿这里飞过去，有可能会更加隐蔽的接敌。东2、东3、东4注意，控制飞行速度，保持前后距离，跟随东1，翻越山脊，沿右侧山脊隐蔽接敌。参谋长，3营现在到什么位置了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过了3盘路口，大概再有1个小时，就可以进入小沙河村附近。前两句黑客一进来，我就知道呀，他们在摸我们的主。既然主动上门，这人情我能不送吗？马上就要出山谷了，3营的佯攻任务还按照原计划行动。按计划执行。告诉3营长，不要有丝毫的犹豫。阿西啊，有眼睛，把 A 军主力吸引过去，就算完成任务。我们一定要坚信，只有用3营被歼的巨大代价，才能换取我们长途奔袭的成功。我们的成功也将奠定敌军的最终胜利。打掉他的燃油补给，就等于切断了 A 军的大动脉。军长之所以能批准我的意见，看重的呀，也正是这一点。师傅，你看，
一营各车注意，报告展开位置。报告，1营进入攻击位置，2连制裁跟进展开。通知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频干扰，防空分队打开雷达。明白。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频干扰，防空分队打开雷达。命令编队准备攻击，动摇动2，原地跃升。首先对进入攻击线的坦克实施导弹攻击，动3、动4，沿山谷南侧进入，对山谷内公路上的坦克实施火箭干扰攻击。等一下，师傅，这毕竟是演习预案之外的行动，我们还是先请示团长。恐怕来不及了，敌军坦克已经在开阔地集结展开，非常有利于我们空中打击。如果让他们发起冲击，我们可就被动了。你听我说一句话啊，刚才咱们擅自行动，团长已经很不满意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改变了返航路线，绕道飞行，这团长一点都不知道。如果再不请示就发动进攻的话，这错误犯的可就越来越大了。你怎么老这样？才怕狼虎马虎的。那请示了也是打，别打别请示不行吗？师傅，你现在正是正营调副团的一个坎上，不能一错再错了。毕竟这只是演习，又不是真正的战争，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。你现在报告团长，团长也做不了主，他在请示于参长，参谋长在请示军长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是你的副驾驶，我应该听从你的命令。可是发起进攻作战，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啊。我们先报告，也算是把我们侦察到的真实情况通报给了指挥部，这对指挥部调整部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师傅，只要我们报告了真实情况，我想指挥部也不会不同意的。好，报告，先老板。老毛，我是分子，老毛，不好，有电子干扰。团长，防空分队报告，雷达发现我上空有A军直升机过来。直升机？对。命令2营防空掩护，地空导弹全部进入作战状态。明白。妈的，逼咱挺直。命令1营1连立即发起冲击，进入有效射程，马上给我开炮。明白。1营1连，发现目标，即刻开火。发现目标，即刻开火。还是不行啊！别折腾了，地底的全频干扰，再不打就贻误战机，后方基地就让连过端了。不好，我们被雷达锁定了。只要让我的导弹有他就别想跑。快，没打中，咱们导弹不行了。不是导弹不行，是这小子呀飞得太刁了。哼，给我打！动摇，你后方有一条尾巴跟上来了。
咱们陆航团的指挥情况。他们来了，不急了，别跑了。我们现在是第3方舰队，不红不蓝，打谁都没商量。那是，我们就自身帮对付。帝军坦克团只有1个连的坦克进入伏击圈，后续坦克一直在2公里外走走停停。第2架无人机侦察报告，3号公路未再发现帝军坦克主力。后勤基地报告，发现帝军坦克部队、警卫部队正在组织防御作战，请求指挥部派兵增援。难道帝军真的移回到我们后方了？参谋长，看来江海的判断力已经到了。江海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受电磁干扰，一直没联络上。这么说，他没有按原路返回。直升机已经撤离，2连是否可以展开攻击？命令2连立即发起攻击。明白，明白。参谋长，307、308、309进入有效射程。团长，2连各部已进入有效射程，请求开炮。等等，再靠近点，再向前推进500米。团长，直瞄没问题了。我让哀军兄弟们看清楚来势汹汹的96A 坦克军什么样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马拉多纳的长驱直入，什么叫泰山压路，什么叫铁流滚滚，什么叫不知所措束手就擒。坏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样不行，强行进攻，地面上的坦克都变成直升机的活靶子了。通知各分队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先干掉几局乌鸦再说。团长，我们指挥车通信系统完全瘫痪，无法与各车进行联络沟通了。各车注意，我是团长古霞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。是导演部看先锋过来的。这是江海他们吗？不是他，会是谁呀？报告首长，这是导演部发来的战况通报。11时30分，偷袭 A 军后勤基地的帝军坦克团2个营遭到 A 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和持续导弹攻击，团指挥车被击毁，指挥系统瘫痪，多辆坦克和战车毁伤。导演部裁定，从11时40分起，帝军坦克团停止一切战斗行动，退出演习。命令前沿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。是。跟江大队长联络上了吗？报告还没有，敌军电磁干扰一直没停。都退出演习了，他们还干扰啥？联通后，叫江海马上返航，不得延误。参谋长，就是沟通不上也没关系，再过10分钟不返航，油都不够了。这一点，江海比谁都清楚。我要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，不想再节外生枝了。明白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武侠精心谋划的偷袭行动
因江海的突然出现而功亏一篑，并导致了帝军的全盘结束。如果江海就此收手，安全返航，或许还能功过相抵，减轻处分。偏偏他又来了个搂草打兔子。师傅，我们该走了吧？好，我们走。我们可以从这儿翻过山梁，直插回去，至少可以进50公里。听你的。动2、动3、动4注意，翻过山脊，沿最近航线返航。动2明白，动3明白，动4明白。回家喽。哎，王子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不被团长处分就算不错了。哎，这下面是什么？好像是帝军的电子干扰台。没错，干扰源就在这儿。他藏在这儿，干掉他！师傅，我们已经没弹了。再说演习也快结束了，但他还在释放干扰，说明战斗还在进行。我没弹没关系，重量机上还有火箭弹呢。这样，我们俯冲佯攻，重量随后攻击，搂草打兔子，扩大战果。这演习都快结束了，他干扰不干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。什么叫没关系啊？漏掉一个敌人就留下一个隐患，说不定明天你就栽在他手里。干扰我一上午了，我不打他打谁啊？我看呀，你是没仗打憋得慌。是，我早就憋疯了。通知动2，战术88要动。动2注意，动2注意，目标林中干扰台，执行88要动战术。动2明白，战术88要动。电子对抗是把双刃剑，在干扰对方的同时，也对己方通讯产生影响。显然，帝军电子对抗分队就始终没有收到坦克团已退出演习的通知，仍然保持着作战状态，不幸躺着中枪。而惹是生非的江海也没落得好下场。师傅，打电子干扰台的科目以前咱也没练过呀。你说的都是屁话，现在打不就是练吗？来，返航的油还够不够？返航是勉强够，要是再遇到别的情况，可就说不好了啊。行了，够回家路费就行。下去了。爽！不好，我们被导弹咬住了。看清楚没有？什么弹种？好像是肩扛导弹。我靠！坏了，我们被击中了！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
距拉到头了，胜利还是不错。翻越山脊是不可能了，看来是不可能了。尽量保持平飞，冲出山谷。从山谷绕过去，油料肯定是不够的。先冲出去再说。找部长下来，看看怎么回事。不行，师傅，我们迫降吧。要迫降也得飞出山口迫降，不能让古侠看咱们笑话。团长，指挥部来电，让我们晚上必须撤回驻地，明天一早开总结会。我们败了。是的。海军陆航团，我早晚要报这一箭之仇。哎，团长，你看，这小子还没完没了呢！快，准备战斗！哎，团长，是不是出什么故障了？大队长，你先跟我们回去吧。不用管我，你马上返航，救援队会来的。过去看看。那是。飞飞飞！哎，来飞！哎哎哎！小林！哎！哎，机长，看，在那。哎哎哎！小林！哎呀，王司令看到了，现在情况有点复杂，可能降落有点困难。哎哎！机长，我们再下降点试试看吧。好的。王子，我是指挥中心，情况怎么样？报告指挥中心，我们已经发现了伤者和2名鱼友，但是现在下面情况比较复杂，谷底全是乱石，根本就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。山谷里一共有几个人？我们只看到3个人，一个是夏日伤员，还有2名夏日鱼友，陪伴在伤者身边。不好，大队长，山体上的油层在加厚，这是要下雨呀！如果再看不清两侧的山体，这直升机摇摆不定，将会有撞山的危险。连长，我们绕到后边地方再试试看吧。好。杨军机长，我是江海。如果情况复杂，确实不适合降落，请你立即返航，立即返航。明白，立即返航。接后方指挥所。
团长，我是江海。天门山峡谷地形极其复杂，杨军他们已到达伤员所在高地上空，但无法降落。山体现在出现积云层，有降雨的可能。前方指挥所决定暂停直升机救援行动，我已命令机组返航。情况我已经清楚，刚接到军部通知，军部指示，在天兵山附近训练的特战旅派出一支小分队增援你们。直升机返航后，原地待命。是，原地待命。团长，我给你汇报一下，这沟里边连1平米的平地都没有，而且谷里面风很大。我们返航的时候，山里边都已经开始下雨了。杨军呢？他在后边，一会儿就到。过来了。先去休息。行。走。特战分队的吧 ？A 集团军特战旅一营副营长严建行奉命前来报道。我是陆航团1大队大队长江海，你好。你好，江队长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的直升机去峡谷侦察了，发现沟地太窄，全是乱石，直升机根本无法降落。现在沟里又下起了雨，只能放弃机场的计划。上参谋，到。照片。这是沟底的照片。这个地方叫黑龙湾，我以前高野战训练的时候到过。如果说现在沟底正在下小雨，那么山顶就是中雨到大雨，不出1个小时，山洪就会下来，到时候伤员和驴友可就危险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好，知道。不，张队长，3队旅友打来电话，现在受伤的人员已经昏迷。啊！江队长，我想起来了，黑龙湾往里延伸80多米的地方有一块冲击平台，直升机可以降落吗？起降恐怕不行。哎，但是如果把伤员转移到这块平台上，我们直升机在平台上方悬停，用绞车把伤员吊上直升机，救出人来，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。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不过，这个黑龙湾再往里去啊，两侧的峡谷可就更窄了，山风很大，对直升机的飞行和悬停都有困难。你们有把握吗？首先要考虑直升机的安全，冒险飞行不可能成功救援，应该考虑其他的救援方案。大队长，现在的地形情况还有气象条件实在不适合营救，这真要是进去了，如果遇到风切变，那是相当危险的。刚才我们在上面的时候，已经摇摆得非常厉害了。江队长，如果直升机进不去的话，那我们只能考虑徒步进山，把伤员给抬出来了。商连长到，马上通知2排，带上卫生员跑步进山，无论如何要在天黑前赶到黑龙湾，务必把伤员给我活着抬出来。记住，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抢救伤员，不是搬运尸体。明白。等一下，杨队长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们陆航飞不进去，我们特种兵只能徒步把人救出来。谁飞不进去啊？我要飞进去怎么办？师傅。好啊，我们跟你进去，你把我们锁降在沟底，我负责把伤员转移到冲击平台上。只要你们能放下吊索，我保证把伤员送上直升机。你等等。
团长，我是江海，有一个紧急情况向你报告。请讲。目前伤员已经昏迷，山里开始下雨，如果不尽快救出伤员，山洪爆发，伤员和旅游属军将不堪设想。特战队的袁副营长提出一个可行性的营救方案。喂，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吧，人快不行了。我们正在想办法，请再坚持一下。喂，江大队长，伤员快不行了。江海的请求再一次把左童军逼到了悬崖边上。作为指挥员，他十分清楚，他的决定将对他本人、对江海、对沟底下的伤员来说，都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决断。一旦失误，他将负全部责任。但左童军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。需要营救的一共几个人？1名伤员，2名军友。好，江海，我同意你们的方案，一定要和特战分队密切配合，齐心协力完成救援任务。团长，我有个请求。讲吧。这次进山由我来指挥，等伤员这趟，我再继续停飞。如果需要，可以再延长停飞的出发时间。啊，被停飞了？为什么呀？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是这样的，上次参加南检3号的军事演习，我们大队长违抗命令擅自行动，带领我们陆航编队攻击了敌军的坦克团，还干掉了敌军1台电子干扰台。最后被人用健康导弹给打中了，这不就背了个处分，停飞2个月，到现在这停飞令都没撤销呢。哎，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！团长，我从来没求过你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求你，请求你批准我假期进山。团长，你要是再不同意，我就……你急什么？谁说我不同意了？江海，到。我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暂时解除你停飞处罚2个小时，立即执行营救任务。因情况特殊，你担任临时机长，杨军为地面指挥，刘小斌负责空中瞭望，机械师为轿车手，与特战队密切协同。必须在天黑前将3名被困人员一次救出，执行吧。是。杨军机长，由你根据当地气象条件指挥救援行动。是。段长，你怎么能同意让江海飞呢？你担心什么？命令是我下的，有问题我负责。刘小兵不准飞吗？刚才传回来图像你也看到了，这样复杂的情况，刘小斌飞，我能放心吗？再说，我要是不同意，你以为江海就不自然？他这个处分刚被上，我能再让他添加一个违抗命令的处分吗？哦，因此你就顺水推舟。我只能因势利导，委曲求全，等他回来再说。
心。你们俩有事吗？可以走吗？照顾好他。江南队长，江南队长，我们已到沟底，请你们守候等待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这样，你们俩还能走吧？好，我来背着他，把他转移到那块平台，好吧？走。坚持会儿啊，我们快到了。江南队长，江南队长，我们已经到位，你们可以降低高度，放下脚车。放！对，这边。报告。
好的，现在和小梁去把苗兵一起拉上来，一起回去。是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谁也走不了了，快走！走啊！走！快走！上红爆发！直升飞机从深山峡谷里救出，并已安全送上了救护车。我们也看到伤员伤势很重，但神志还算清醒。我们从救援指挥中心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在营救这名伤员的过程中，有一名解放军特种部队的副营长不幸被突发的伤亡冲走，目前下落不明。江海知道，当初他要求驾机进山的冲动，就是来自袁践行对陆航飞行员的藐视。这种军人间的暗中较劲，正是军人血性的表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袁践行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，总觉得袁践行还活着。听说这3天2夜，老百姓把洪水经过的所有河道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发现袁营长的遗体。怪我，还是怪我。其实我知道，当时发动机的动力还是够用的，还可以再下降10几米。可是我犹豫了，我怕云层越来越低，返航的时候看不清山头。其实，我再下降一次，也许袁副营长就可以得救了。师傅，你就别后悔了。我当时看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不想抓住吊钩，他就想让我们赶紧飞走，赶快远离山谷。当时的危险性，他自己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我总感觉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为什么？临登机前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印象很深，有点匪夷所思。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！匪夷所思？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兴奋。他知道是谁用江康导弹把我打下来的。
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！3天后，天平山下有人发现山顶有闪亮的光点，怀疑是失踪了3天的解放军副营长，马上通报了驻军部队。A 集团军命令陆航团迅速派出直升机前去侦察和营救。团长，我跟着去吧。任务是2大队完成，你去干嘛？袁副营长是跟我一起参加救援失踪的，我这2天闭上眼睛都是他。现在有了他的线索，你说我能不去吗？再说天门山我也熟悉，我也飞过，你就让我去吧。什么事都落不下你，去吧。是。袁副营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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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袁副营长。袁副营长，先不到担架上，别动，让他也恢复一会儿。他是用这个小镜子报的信。袁副营长。你醒了，哎，是我。又见面了，机长，我是吴军队长，伤员找到了，正在恢复。袁队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没受什么伤，就是太累了。啊，先吃点巧克力，恢复一下体力啊。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你，我都准备去烈士碑前给你送花圈了。阎王爷呀，嫌我长得太难看，你不要我。你呀，是早有准备吧？啊，这还带一面小镜子。这个是我老婆，这镜子呀。就是他送给我的。
他让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用，这样我俩就能每天见面。你爱人的心可真细呀！多亏了他，这次是他救了我呀。有的人说呀，战争让女人走开，可是我不行，我想的是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。刘分长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还有10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登机了。慢点儿，别叫我袁副营长了，你就叫我袁建行吧。哎，叫老袁最好。大家都这么叫我。好，就叫你老袁。那老袁，我是亲眼见你被洪水冲走的，你是怎么逃生出来的？这个也算我是命大吧。我被洪水冲了200多米左右的时候，抓住了一根树杈，我把树杈横过来，顺着水又漂了10几米，树杈正好横在2颗岩石当中。我在大洪水来之前爬上了一侧的岩石，第2次洪峰下来的时候，正好从我的脚下过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还得往上走。第2天，我准备下山，可是突然发现溪水非常浑浊。多年的野战经验告诉我，暴雨以后的山谷是最危险的，我只能再往上走。果然，下午的时候，泥石流就下来了，我这又躲过一劫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我只能顺着山往上。到了山顶就好办。我看到了月亮和星星，辨别出方位，只要再往上爬，翻过山顶就可以看到城镇了。我想鸣枪报警，可又怕引起恐慌。毕竟，山下老百姓还在睡梦中，枪声一响，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。哎，老袁，那天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，一直想问你来着。啊？哎，什么事？你说吧。啊，就是那天临近山的时候，你突然跟我说，原来被打下来的就是你。难道你知道是谁用监控导弹把我打的？谁想知道是谁把你打下来的？当然，被人打了还不知道谁打的，跟挨了一闷棍似的，窝囊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打的。是你用监控导弹打的我？对，是我打的，是个 F-006。你是 A 集团军的人，怎么打自己陆航团的直升机呢？那次演习啊，我们特战营的一个分队被抽调到总部，任务呢是担任第3方势力，既不属于红方，也不属于蓝方。首长要求我们在红蓝双方产生对峙焦灼状态的时候，择机对其中一方或是各方发动袭击，搅乱战局，有意制造战场混乱，让对抗演习的形势变得更复杂、更逼真、更贴近实战，以此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。可是帝军已经被打败了呀，我们已经返航了。是，你们攻击帝军坦克团的整个战斗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目睹了那场别开生面的直9大坦克。可是后来啊，你们有点得理不饶人了，在返航的途中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。这个咱们还没上手呢，什么事都没干，这演习就结束了。谁知道他们坦克团遇上陆航团就变这熊样了？
5分6。队长，你要打一个风吧？这小子有点贪得无厌了。刚刚低空飞过，现在又再次返回，怎么？你看地面部队就没有防范吗？往哪儿跑？